大家安，这里是小雪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我们 Shadow Vs 二代，也就是我们的 World Beyond 的，算是官方释放送的前瞻情报。对，那我们官方在延期1年的这段期间呢，真的是憋了非常多的东西，在这次的直播呢，才直接的一次放给大家。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。首先，第一个是特殊月换券，购买卡包时会以低几率出现的特别月换券，可以从角色的主战者造型套组、卡片风格跟主页面背景套组、角色装扮套组中去选择其中一者进行交换。那它的意思就是它会有这个兑换券，那它里面就是可以3选1，3种都获得之后，这个特殊月换券就不会出现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它再来，除了特殊月换券之外，还有这个药材版的卡片。那这一次开放的药材版卡片分别是我们的阿丽亚公主，然后巫师九院以及我们的新的算是有点类似教学员吗的欧斯，对，就是这3张卡片。那这个卡片的特点就是你在拍下场的时候，它就会跳出一个诶整只角色的动画，对，算是这个是以前一代没有的东西。那再来接着呢，就是有关于刚刚说的，特殊月换券怎么获得？你在购买卡包之后呢，可以获得1点卡包点数，消耗卡包点数就可以获得特别的奖励。那第一次点数是250，第二次之后是200。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去获得的话呢，你就是可以拿到随机。那因为你随机不一定会拿到你想要的角色，所以如果你继续去累积点数，把它累积到350点，第二次累积至300点，你是可以直接选你喜欢的特殊月换券或者是药材版卡片。那这边就是看你想当赛狗，还是就是愿意为了你的老公老婆去努力。紧接着的是我们的这个新角色的主线剧情。新角色的主线剧情基本上就是，这里可以大家大致看过。那我们玩家们戏称这算是 SV 版的圣杯战争，因为刚好我是 Shadow Boss 跟 FGO 都有入坑的人。对，就是我们在各个世界把你们聚集在一起，你们给我打架吧的这种感觉。那详细情况呢，就期待我们到时候进到我们的小斗 bus 里面，就是再看看咯。那这边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角，那她叫做戴瑞彩。戴瑞彩的话，她的职位是复仇者。对，那她的上一个故事的主角，不确定会不会像之前一样，用是分成8只，大家各自主线，然后遇在一起的模式。那希望是不要啦。我其实比较喜欢1代后期那种，就是一个主线，但大家会遇到彼此的这种形式。对，不然会有一种我一个剧情看8次的感觉。我只能说前期的1代有点微妙。但是有关于单人游戏，单人游戏就像刚我说，会有一个带领你的那一位欧斯，对，我们可以一起从零开始学习卡片对战的基本操作，就有点像之前会有个新手教学这样子。当你新手教学完成之后，就可以获得金币。对，那这个感觉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再来是练习模式，这个就是大家也可以大致看一下，这个呢，基本上也跟1代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接着是我们的对战通行证，那2代呢，一样也会出我们的对战通行证。那对战通行证通常就是给你一张异化的卡片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异图，它的图会跟你原始的图片长得不太一样。然后会有一个主战者造型，还有给你一些什么洪水呀，洪水就是合卡片的金币金币就是抽卡包的，然后一些就是石头碎片。那这些石头碎片基本上是给你把卡片点闪的。对，那这个也是跟1代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。那就简单带过。接着呢，就是我们的奖励。那这边奖励的部分就跟之前有一些些的不一样。对，那么呢，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以前只有中间这个次元石。对，
没有那种经典次元石专门点金卡的。以前我们想点什么金卡、银卡，要么自己抽到，要么就是拿中间这个可以点传说卡的次元石去点，就前期会觉得很浪费，但后期有一些大手他们听说次元石都多到爆出来，所以这次就是有分成3种石头，可以各自点徽章卡背，然后点传说卡跟点黄金卡一下，我觉得是个还蛮不错的改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阶级，没错，到我们的小豆 Bus Beyond 的我们的2代，就是一样，还是要从零开始爬，一样从我们的熟悉的绿宝石这些，除了比较高阶的，有稍微感觉是稍微叫什么精致化吗？它宝石感觉跟以前有稍稍的不一样，但以前绿宝石啊、DCBA 感觉都是一样的。那一样，它这次就是除了阶级，还会看分组，对。那你在胜利时会依据对战表现给予 BP 数，感觉有点像那种隐藏分数的感觉。那 Master 阶级会透过专属的点数 MP 去决定排名。那简单的说是这样。那初代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刚推出第2代官方，就是也是对我们还蛮好的。虽然说以前其实在 Master 之前就都不会掉分，对你输了对战其实是不会说扣分的。那目前阶级2代只会开到 Master， 那之后可能会开像现在的这个 Grandmaster Master。对，那 Grandmaster Master 的话，我个人猜测应该是跟我们的1代一样，就是可能加100减100，那到时候就看他怎么出吧。再来就是有关于分组，除了刚刚说的会先分阶级之外，它还会按照你的表现去分组。对，那也就是说，你打得越好，你分数可以领得越高。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应该会跟我们季后的结算会有关系。对，因为我们1代的收季后会有所谓的结算，结算完可能会有所谓的称号啊，跟一些金币奖励。对，那这次它就是让大家比较公平一点吗？不是很确定。对，总之它就是打算把它分成2组。对，那就是哦，你的这个阶级的绿宝石之类的这种感觉，那这个就是确定会降阶，就啊，大家都从最公平的比较低阶开始，那你打得很好，我就让你上高阶这种感觉，所以感觉应该也是比较偏向优化的一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阶级对战的赛季。那我们6月17号其实也是我们1代上架的日子。对，那他们打算在6月17号出2代。那我们的第一弹卡包叫做传说揭幕。那我们基本上到7月中旬，也就是说1个月的期间会是一个赛季。那我觉得这其实算是一个蛮好的改动，因为我以前一直都觉得3个月一个赛季真的是太长了。很多人其实就是啊，前面打完 GN 啊，打完 Master，他们就直接开始哦，没事做了，长草了。对，那我觉得说改成1个月是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改动。那可能之后就是也会有 DLC 之类的吗？可能再看看。对，看起来是好像有想放 DLC 的样子，因为后续他有写个 Season 1、Season 2，那可以到时候也期待一下。但是关于自由对战，自由对战的部分呢，就是可以去直接找哦，你是新手玩家还是专家？对，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对新手还算不错的一个选择，就你不会说哦，你一进去就直接被打烂，然后你一直被打烂，你就不想玩卡牌啦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是还不错。嗯，那接着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下一个就是我们这次 Shadow Bus World Beyond 的那个新的界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广场界面。那这个广场界面，我们就是能在游戏里变成虚拟化身。那这个虚拟化身就跟前面提到的特殊兑换券有关联。你可以例如说啊，我抽到阿尔贝尔的这个特殊兑换券，然后换一个虚拟化身，然后就可以变成它的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就可以坐在对战桌前面进行对战。那就是我们在看那个先放送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还有看到，会有一个广场，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去上面应援呐、然后开始刷贴图。但我个人觉得那个贴图呢，有一点妨碍作战，希望是可以关掉的啦。对，大概然后之后就是会有个工会交易厅，我们的工会终于
要有用了吗？因为我老实讲，我一直都觉得一代的工会是个非常迷的存在，对，就是有点不知道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希望说啊，这个二代就是有做了蛮多这个小界面啊，说不定它会有点类似家园系统这样，就可以让你收集一些小东西之类的。对，那或许会好点，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想进来当做那种奇迹暖暖在玩，有没有？再就是小屋，小屋就是大家 SV 的玩家都会说是遗照房还是灵堂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代的主战者呢带过来，然后贴在墙壁上，嗯，就可以装饰自己的小屋。那这也是我们唯一一代能带过来的灵牙了，对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可以跟全世界的玩家进行交流，毕竟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非常的方便。那有了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可以，说不定就可以去跟什么日本啊、美国的人聊天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个还蛮不错的东西，国际化这样子。那接着呢，周末呢，我们还会有个广场赛，对，就是它，我们就可以上去比，然后观众可以去刷贴图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它会有个豪华奖励活动，那游戏推出后到6月28号会有个抽选跟奖励领取时间，那它会抽10名玩家赠送250万金币。其实从一代就常常有什么啊，那个节活动啊，送什么50万、100万金币，但我从来没抽到过，希望二代可以让我抽到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联动的事情。关于 Cygames ID 的联动的话，我们可以拿到5包的卡包兑换券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到一代联动。对，那再来呢，就是说我们最近 FB 有活动，就是去留言啊，你就有机会抽到就是大约日币1万元的礼物卡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哦。那再来有些人会担心说啊，我们到二代呀、就是从零开始，会非常痛苦。对，但就是延续我们一代后期的传统，对，每一个新的赛季都会让你就是拿一副推荐牌组，然后因为这个是第一赛季，所以直接让你8选1。对，那像我就是毫不犹豫直接选择皇家啦。那大家也可以就选择自己心仪的东西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登场纪念任务啊。每个游戏呢，我都是讲过，开服的时候是最好赚你的那些资源的时候，所以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刚开服的时候就入坑，可以拿到我们的第一弹传说揭幕的卡包10包啊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登场纪念活动，那登场纪念活动就可以拿到，就是登场纪念活动期间的一些小道具。哎，这边我们就大致看一下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冰果活动，那你冰果活动做完之后，一样就是可以拿到一些服装啊、道具啊，然后动作之类的，对，就越来越有那种NO 的感觉了。好，再来是邀请朋友活动，可以邀请一些你还没有玩过小的 bus 的朋友，那你们的友人们就可以拿到金币，收到者也可以就是获得金币，双赢。对，赶快去邀请还没有玩过卡牌的朋友来。这是图鉴功能，它图鉴功能真的漂亮非常多。那它还有新增一个成就系统，我觉得这东西早该新增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哦，二代有这东西蛮棒的。你知道拿到成就还可以额外拿奖励。那这边就是有讲说哦，有一些意图，那这些意图有些就是可能以前的图还是现在的图之类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怀念的东西，还是一些新的卡面，都有可能可以等进去游戏后再看看是怎样。然后再来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官方网站跟一些辅助工具，因为其实对于新手来讲，玩卡牌是个蛮不容易入坑的，对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善加利用官方资源。再呢，就是有关周边的情报，这一次出了我们的雾面印刷角色的卡套，还有包含我们的二代的主角群们的周边。对，小头巴士终于要做周边了，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就是，有这个算是乐高吗的合作？我觉得这合作真的很酷，而且都是做一些人气官方亲儿之女儿们，对，有兴趣也可以就是去收收。这个我们看过了。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就是最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希望就是这部分呢，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目前二代就是有什么状况，对，跟一些就是事前的情报。对，那其实在生放送期间，对方就是有蛮多闪退的状况，我们就在开玩笑说，哦，工程师要加班了。对，那希望呢，
就是二代出的时候可以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不要有任何状况，然后祝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打上大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一支小豆 boss 的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